佩德罗和布鲁克二人潜入到了托特兰万国的镇子上，镇子上的居民们正在讨论今天的头条新闻。头版头条的新闻就是关于海峡圣平要脱离大马海盗团的事情。根据报道，圣平提出来要离开大马海盗团，大马要用轮盘和圣平做个了断。结果在最后时刻，圣平退缩了。镇上的人们多数都在嘲笑圣平是个胆小鬼，不仅背叛了大马海盗团，还在最后时刻没胆与大马做个了断。看来海峡圣平也是徒有虚名，是个怂包啊！人们一边议论着头版新闻，一边大声嘲讽圣平，一边同样观看报纸的布鲁克和佩德罗陷入沉思。对于圣平这个人，布鲁克虽然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渔人岛的一面之缘让布鲁克觉得圣平一定是个有情有义而且很有骨气的男人，绝对不是报纸上说的这种懦夫怂包。布鲁克看着报纸喃喃自语，圣平原来加入了大妈的麾下，在渔人岛的时候，圣平拒绝了路飞对他的邀请，看来是为了偿还大马保护渔人岛的恩情。可是现在圣平也陷入了危险之中，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加入草帽团。佩德罗躲在一边神秘兮兮地呼唤布鲁克，布鲁克溜过去，而在旁边的服装店里看到蛋蛋男爵带着一群仆人正围在布林的身边，缠着他给他试各种款式的衣服。布林看上去十分苦恼，面露难色，看起来他应该很不情愿被这些仆人缠着。布鲁克一惊，按照计划，布林此时应该带着山治一起在蛋糕岛的西海岸去和路飞他们接头。现在看这个样子，布林明显是赶不过去了。那么路飞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布林没有赶去西海岸的话，说明山治也不知道路飞这一行人赶到蛋糕岛来接他了。那么他们在海岸边看到那个山治又是谁呢？这时布鲁克和佩德罗看到一个妻子士兵将蛋蛋男爵叫到外面，而躲在墙角处偷听，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布鲁克和佩德罗差点尖叫出来。原来路飞等人的行动自始至终都被大马海盗团掌握着，从桑尼号靠岸到路飞等人进入诱惑森林，以及布鲁克和佩德罗脱离路飞小队潜入托特兰，甚至把路飞他们带入大马海盗团的向导贝克穆斯，蛋蛋男爵派出去的眼线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布鲁克和佩德罗都惊呆了。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根据妻子士兵的报告，路飞他们现在已经被困在诱惑森林了。现在的路飞小队和被抓基本上没有分别。好在蛋蛋男爵的眼线还没有找到布鲁克和佩德罗的下落，而且布鲁克和佩德罗在事情进一步恶化之前，意外得知了这些情报，将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局势稍稍的扳回了一些。蛋蛋男爵看着佩德罗的画像，纠正手下说道：“这个人不是豹子，而是美洲豹毛皮族，名叫佩德罗。我之前和他有过一些渊源呢。这家伙会去哪里，我大概心中有数。你们先去寻找贝克穆斯。”蛋蛋男爵安排妻子士兵离开后，默默地喝了一口头顶的咖啡，自言自语地嘀咕道：“本来是想看在往日共事的份上，帮贝克穆斯求个情，现在看来这家伙是个麻烦了。”布鲁克和佩德罗都很焦急，不过目前还有一个比较让人欣慰的消息，那就是贝克穆斯并没有回归大马海盗团，这就排除了贝克穆斯出卖草帽团的嫌疑。那么贝克穆斯跑哪儿去了呢？蛋糕岛东北海岸，卡彭贝基率领一大群黑衣人以及自己的妻儿站在悬崖上，悬崖边，贝克穆斯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贝基和自己的妻儿秀了一波恩爱，然后一步步走向贝克穆斯面前。是你自己选择这条路的呀，贝克穆斯，我可是给过你机会的，人情什么的根本派不上半点狗屁用场，你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贝基拿出手枪指向贝克穆斯，你还有什么遗言吗？贝克穆斯咬牙切齿地看着贝基，想必此时他心里一定有千万句妈卖批想对贝基说，但他思考了半天，最后只憋出了一句话：你这小子太不把妈妈放在眼里了。砰！贝基扣下扳机，贝克穆斯中枪后身体向后仰过去，直接掉入海中。一大群鲨鱼向贝克穆斯围过来，贝基沉着脸，接着露出了得意的大笑。另一边，西南海岸的诱惑森林里，路飞追着山治一路狂奔。面前这个山治也太奇怪了，四肢着地，跑得比狗都快，跑了一会儿还跳到树上，像个猴子一样挂在树枝上。路飞吃了一惊，这山治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不过路飞这个脸盲怪，连冒牌山治都认不出来，更别提和山治长得一模一样的另一种生物了。路飞根本没有怀疑。路飞追着追着，突然从他的身后窜出了另一个身影。路飞一看，竟然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布林。布林跳到路飞面前，回过头，突然发出嘶吼，路飞吓了一跳。接着布林转过身就逃走了。路飞都要崩溃了，自己的伙伴这是怎么了？虽然平日里山治也会搞一些恶作剧，但是也不至于没个人样吧。这时路飞身后的树枝上又蹦出来一个山治，路飞不再犹豫，用橡胶手枪做成一张网，直接把在树枝上跳跃的山治给网了下来。然后路飞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绳子，给山治绑了个结实。这个山治也不会说话，像个野兽一样大吼大叫，奋力挣扎。
路飞正想办法把山治带回船上，结果一抬头又看到了一个山治。路飞傻了，怎么会有2个山治？这对于脸盲症晚期的路飞来说实在是太烧脑了。路飞想来想去，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那就是以那个身体被埋进土里的巨人大叔做记号点，自己在诱惑森林里一顿奔波，凡是看到山治、布林、娜美、乔巴、加洛特，就通通的给抓回来。路飞整整抓了1天，一直到深夜。这个记号点周围聚集了一大堆伙伴，所有的家伙都叽叽哇哇的一通乱叫，路飞都要疯了。他们为什么会变这么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娜美回过头，突然说道：“快把绳子解开呀！”路飞懵了，其他人都不会说人话，这个家伙居然会说人话。娜美怒吼道：“我是本人啊！”路飞解开了娜美的绳子，娜美先把路飞一顿揍，然后数了路飞一通：“我可是一直在找你，你干嘛突然把我抓起来了？”娜美拿路飞撒完了气，然后仔细看了看记号点这里，这么多的伙伴，他也很头痛。想来想去，他觉得眼前这个猥琐的巨人大叔一定知道些什么，怒气冲冲的向大叔一顿吼。大叔声称自己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话，娜美当然不信。路飞追问娜美发生了什么事，娜美将自己被那个恐怖的高个的女人布雷袭击的事情和路飞讲了出来。布雷介绍娜美，想要用自己的长指甲给娜美来个毁容。娜美从内衣里掏出来新型天后棒，直接击中布雷的身体，娜美得以脱身。布雷站稳脚步后立刻冲过来，加洛特冲上去一拳打过去，布雷的手中化成一块镜子一样东西，加洛特的拳头打在上面，从镜子里面冲出另一个手将加洛特击退。原来布雷是吃了静静果实的镜子能力者，他能够做出一块镜子反弹敌人的攻击。静静果实的能力还不止于此，他们在森林里看到的假山治、假路飞都是静静果实能力的杰作。除此之外，静静果实还有另一个变态的技能镜世界。加洛特冲上拳，想要一拳头打碎布雷的镜子，布雷手中的镜子变化成了漩涡一样的形态，镜世界。加洛特的拳头碰到这个漩涡，漩涡立刻像水珠一样溅开，接着将加洛特吸了进去。加洛特随即被困在了布雷手中的镜子中。娜美和乔巴眼睁睁地看着布雷手中的镜子一点点缩小，加洛特就这样消失不见了。路飞等人的行踪早就在大妈的掌握之中，只不过路飞他们还以为自己潜入成功了。布雷、兰道夫以及诱惑森林中的所有花花草草都是奉命在这里阻击路飞等人的。大妈给他们这样下令，留他们一命也没关系，别让他们见到山治，我要让他们后悔与我作对。布雷身后的花花草草、大树全部如同鬼魅般围了过来。娜美和乔巴吓呆了，这就是四皇的势力，自己一方完全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布雷大喊一声：“霍密斯，别让他们跑了！”所有的花草树木尖叫着向娜美二人奔了过来。娜美和乔巴立刻跑路，但是无奈对方人数众多，根本跑不出去。乔巴吃下了一颗蓝波球，变成巨兽乔巴，站出来吸引火力，给娜美争取逃走的机会。对方可是四皇孩子团，是我们太小看他们了。如果我们3个人都被抓，就完蛋了。娜美，快走！娜美咬咬牙，转身就跑。乔巴以一己之力迎战一大群霍密斯，娜美就这样一直跑，跑到天黑，最后被路飞给绑了起来。不过遇到了船长路飞，娜美心里就松了一口气，心中多了许多安全感。路飞听完娜美的叙述，将草帽一扣，笑呵呵地说：“我们走，去救乔巴和加洛特。”可娜美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布雷、乔巴、加洛特。刚刚发生的一切就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个巨人猥琐大叔看了整个过程，但是他却不声不语。娜美断定大叔一定知道很多东西。丹国岛的首都甜点之城里，大妈在自己的女王屋中接见了久别的凯撒。大妈很高兴，因为她对凯撒的身上有很大的期望，但凯撒心中有鬼，吓得冷汗直流。说起来，其中的缘由大概是这样的：大妈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建成一个所有的种族都在一起的国家，所有种族的人都能像一家人一样同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同在一起谈天说地。然而目前万国的这些种族中，因为某些原因，唯独没有巨人族，大妈也无法把巨人族请到万国来定居，所以大妈就想了一个办法，通过凯撒的实验，人为的将普通人类变大，变成巨人族，生活在万国。人体巨大化的这个实验一直都是全世界渴望的技术。在庞克哈萨德篇，我们也看到凯撒的确一直在着手这个实验，但是并不成功。巨大化后的孩子也有着很强烈的副作用，寿命也大大的减短。而大妈渴求的那种能够像魔法一样将人一下子巨大化的药物，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凯撒早就知道这项实验是不会成功的，但他还是厚着脸皮，不断的让大妈给他资助大量资金，然后拿着这笔研究经费每晚逍遥快活。大妈资助给他的研究经费全部被凯撒用来花天酒地了。那时候凯撒有多弗朗明哥的庇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不自在。结果万没想到，多弗朗明哥居然会有被打败的一天。凯撒完全傻眼了，人生一落千丈，自己的保护伞失去了，自己也要完蛋了呀。凯撒此时与大妈面对面 solo，
他还不想这么快就丢掉自己的小命，于是使出了3寸不烂之舌，哄骗大妈说自己夜以继日的在搞研究。你看看现在人都瘦的只剩下一堆烟儿了，连骨头都瘦没了，都怪那个草帽路飞在自己的研究即将完成之际跑出来搞事情，还把藏着各种高端科技的研究所给炸了。如果不是他们捣乱，这种巨人药分分钟被自己这种天才科学家研究出来，现在估计都要量产上市了。凯撒说着说着跪地痛哭，如果没有了大笔的研究经费和世界政府的那个研究所，自己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出来巨人药的呀。凯撒想的是把事情都推给路飞，大妈一定勃然大怒去干路飞，趁大妈干路飞的时候，自己利用这招缓兵之计，再配合一个金蝉脱壳，找机会逃走，岂不是皆大欢喜？没想到大妈愣了几秒钟后，笑呵呵地说：“研究所我早就做出来了，和庞克哈萨德的一模一样哦，因为我之前拿到过那里的设计图纸，糖果大臣负责工程，用糖果直接盖了出来。”凯撒吓得都要哭了，大妈以为他很感动，鼓励他说：“只要是用在科研上面的研究费用，多少钱都没关系，老娘就是不差钱，你直接去我会计那里报个数就行。”凯撒又害怕又松了一口气，害怕的是自己的缓兵之计没用了，松了一口气是因为大妈既然不差钱，那自己用来花天酒地的费用，大妈应该是不会追究了。大妈可没工夫跟凯撒玩心理战术，直接话锋一转问道：“东西都给你配齐了，什么时候能够研究完成？1周还是2周呢？”凯撒大脑一片空白，人类耗时几百年都没有研究出来的技术，你让我2周搞出来，你在玩我吧，老太太！算了，还是再找个什么借口忽悠过去吧。这时，凯撒身后又走出来一个男子，他就是夏洛特家族的长子，糖果大臣，超人系甜点果实能力者佩罗斯·佩罗。大妈虽然很蠢，但是他的子女一个比一个精，大概是遗传他们的父亲吧。佩罗斯·佩罗似乎看出了凯撒心里的小九九，他拿出凯撒的心脏，狠狠捏了2下，算是下马威。凯撒疼得嗷嗷直叫。佩罗斯·佩罗一边舔着巨大的棒棒糖，一边笑呵呵地说：“给你花在巨人药上面的研究时间是2周，如果超时了，我就把你变成糖人，把你吃掉。”搞定凯撒之后，大妈身边的霍米茨们跑过来向大妈报告诱惑森林的情况。草帽一会儿被布雷和霍米茨们玩弄，很难再脱身，大概永远也出不去了吧。大妈听后得意的大笑，突然轰的一声，一个身穿铠甲、身材巨大的男子走进大妈的宫殿，周围的霍米茨都吓得变了脸色。大妈则慢慢的从椅子上站起身：“你来了呀，克里加。”巨大的男子回应道：“你找我吗，妈妈？”大妈下巴微寒，露出邪恶的笑容：“你去诱惑森林中教训一下草帽一伙，让他们尝尝比死还恐怖的痛苦。”巨大的男子一愣，接着也露出笑容：“わかったよ，妈妈。”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